大家好，今天的影片要讲一个比较黑暗的话题。虽然说我们现在的画面看起来很温馨，那这个话题呢，我很有兴趣，所以我做研究。就是如果你在耶路撒冷去世的话，在耶路撒冷买一块墓地要花多少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耶路撒冷，你几乎到每个地方都有墓地，不管是基督徒的墓地、犹太人的墓地，还是穆斯林的墓地。当你在耶路撒冷旧城往橄榄山的方向看，你会看到一大片墓地，然后密密麻麻的，面对着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它是一个圣城，它对犹太人、对基督徒甚至是穆斯林来讲，都有一个独特的分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安葬在橄榄山上面。那边的墓的费用当然就是非常的高，等一下的影片会来说。当然也不是只有安葬在橄榄山有独特意义，只要你能够安葬在耶路撒冷，根据应该是20世纪的犹太拉比叫做犹大王子，他说就好像是你在耶路撒冷出生那样子的特别。所以如果你不能够生在耶路撒冷，至少你要死在耶路撒冷，这是耶路撒冷独特的分量。如果你是住在台北市的人，你应该会知道，现在在台北市是不能够土葬嘛。那在耶路撒冷呢，刚好相反，是必须土葬。这是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对亚当说，你是出于尘土，所以必归于尘土。所以犹太人他们基本上是不接受火葬的。那100年前呢，耶路撒冷人口只有9.3万，现在呢是过去的10倍。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更多的土地。那我想大家一定会很想要知道说，在耶路撒冷买一块墓地要多少钱？那答案可能会让你很惊讶，其实呢是不用钱。如果你是耶路撒冷的市民的话，你是可以得到一块免费的墓地的，是完全不需要花钱的。会需要花钱的部分呢，是你请这里的类似葬仪社，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服务，例如是你的墓碑要什么材质啊，你要请谁来啊，这些都是额外的花费。但是就墓本身来讲是不用钱的。那如果有这么好康的事，其实不就是完全不用担心说哇要存钱买墓吗？但问题又来了，因为一般人他们对于在哪里安葬，他还是有期待，不能说是耶路撒冷随便一个地方都可以嘛。也许他的祖父母安葬在这里，所以他也想要安葬在这里。或者是他不想要，就是政府提供的墓是很远的，可能搭车要到耶路撒冷郊区，然后转车可能就要1个小时，他不想要那么远的墓地。那这样子政府安排的免费墓地，他就觉得不够好了。但是呢，在以色列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90%的墓呢是属于犹太教的墓，只有10%的墓呢是世俗的，在旗布子里面的。那一种你就可以按照你任何想要的方式去安葬。属于犹太教的墓呢，意思是说你必须只能土葬，还有你必须有请拉比，然后用一种犹太教的方式来入殓。那有些人他们因为他们一辈子他可能都是世俗的犹太人，在以色列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信奉犹太教嘛，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规定我在安葬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要请拉比来做这些仪式？他们可能就会觉得需要有更多的自由。总而言之呢，因为不能土葬嘛，所以以色列人就要想办法来解决土地不够的问题。那在2019年呢，就已经开始在建造一个很有趣的公墓，它是属于地下公墓，总共在地底下可以有23000个墓。那这样子是可以解决土地不够的问题，但是呢，它的费用非常的贵，一个墓它的费用就超过了13600块 shekels， 光是一块墓就这么贵了。所以这个方法呢，它只能够短期的解决土地不够的问题，但不是一个长久的好方法。可能你会觉得说，那以色列政府现在开放大家可以火葬，有了这个选项不就可以解决土地不够的问题吗？反正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接受火葬嘛，还是有些人可以去土葬，但是有些人可以去火葬，这样不是很好吗？可是这是有执行上的困难，主要是心理创伤的方面，因为
80年前纳粹大屠杀就是把犹太人送到毒气室，然后再来把这些犹太人都烧死，这是整个民族的创伤。所以你要现在一个犹太国家去接受说，哦，我们可以付钱给一个火葬公司，然后让他们去烧一个犹太人的身体，这是很难接受的，在心理层面方面。所以应该短期之内，你不会看到以色列政府去接受说，哦，我们国家可以合法火葬。目前呢，虽然是有土地不够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那你在耶路撒冷就会有一块免费的政府墓地。可是如果你是特拉维夫的居民，然后你想要安葬在耶路撒冷的话，你需要付的费用大概是1万块 shekels， 和台币大概就是9万块，美金大概是3000块。那如果你是想要安葬在橄榄山上的话，那边的墓就会比较贵，大概是在2万2美金到3万块之间。不知道大家会觉得这样的费用是不是比想象中的便宜，还是比想象中的贵呢？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然后你在好奇，那如果是基督徒在耶路撒冷过世的话怎么办？基督徒会有自己基督教的墓园，那墓园的管理者他会因为你有没有在这里聚会来决定是不是要接纳你安葬在这里。如果你的爸爸妈妈都在这间教会聚会，或者说是他们从小就看你在这里出生受洗，甚至是在这里结婚，那他们当然很自然就是会知道当你过世的时候，你需要一块墓地，你就是属于可以享用这块墓地的一份子，不会有任何的唐突。那如果你不是属于教会的一份子，举例来说，你可能是新教徒，然后今天你说你要去亚美尼亚人墓园，那亚美尼亚的基督徒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又不是属于我们教会的？所以可能在世界各地换教会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可是在以色列，每个教派之间是有蛮明显的一个界限。新教的教会跟亚美尼亚的教会跟天主教的教会，他们都是有不一样的制度。那新教的教会可能因为也有包含游客或者是外国来的牧师什么的需要安葬在这里，所以比较有土地不够的问题。那它的费用呢，不是完全的免费，就是要再跟墓园的人去做协商。那亚美尼亚人呢，他们因为现在的耶路撒冷亚美尼亚的人口只剩下不到700个人，所以他们比较担心的是我们的族群越来越少。怎么办？而不是我们现在土地不够，因为他们的墓园的土地是够的。天主教徒的墓呢又更有趣了，因为他们的墓基本上是会继续的使用的，无限的使用。那有人过世的时候，他基本上不需要付什么钱，他就可以安葬，但他只有安葬的这个权利，没有保留土地的权利。当5到7个世代过后，他们就会又要放新的人进来。那好处是这个土地呢就很环保，因为一直在使用。但坏处就是，可能你想要扫你曾祖父的墓，你就找不到了，因为就没有了。可是也许他们会这样子做，就是因为很少人会去扫自己曾祖父的墓，只会扫可能曾祖父，最多就曾祖父。所以也许这是为什么他们每5到7个世代就做一个健康的循环。那天主教的墓园呢，大概就只会收费300块到700块 shekels， 也就是台币3000块到7000块，其实是真的很便宜。那耶路撒冷还有穆斯林的人口，不过他们的墓地的这部分我就没有特别去研究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再去研究。那总而言之，听完了今天的分享，不知道你有什么样子的心得呢？你会觉得在橄榄山上的费用是贵还是便宜呢？在你们国家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政策？是可以合法的去火葬吗？还是一定都得要土葬呢？那还有你们的国家也是，如果你是属于那个地方的市民，是不是就代表你会有一个免费的墓地呢？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说，人生有2件事是你无法避免的，一个是睡，另一个就是死亡。所以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国家，只要你的人口是有持续在增长的，总有一天都是要解决土地不够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是值得去思考，然后去理解每个国家的那个政策。好，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们来讲还算有趣，大家拜拜。